你手边是不是也有一台可能已经尘封已久的旧笔电呢？今天我们就来把它变成一台超酷的随身个人云。这次的主角就是这台小小的 GPD Pocket 2，我们要帮它装上卡萨 OS， 让它直接变身成一台可以带着走的 NAS。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动手吧。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玩一个赋予旧装置第二次生命的有趣计划。好，那整个改造计划呢，我会把它分成5个步骤。我们会从唤醒这台旧装置开始，然后一步一步带你完成所有设定，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打造自己的个人云可以这么简单又好玩。好，首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这台2019年推出的 GPD Pocket 2。它是一台萤幕只有7寸的迷你笔电，你可别看它小小的，规格其实还不错哦。你看哦，它用的是 Intel Celeron 处理器，还有8G 的记忆体跟256G 的 SSD。你可能会觉得这规格好像有点旧了，但说真的，拿来当一台轻量级的个人伺服器，绝对是绰绰有余啦。但说真的，这台机器最吸引我的地方有2个。首先它可以直接从 micro SD 卡开机，这超重要的，因为这就代表我们的安装过程会变得超级简单。再来第2点，就是它的功耗真的低的有点夸张诶。你看一下这个图，在 Windows 下跑比较重的东西，了不起就20几瓦，但是换到 Linux 系统，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你猜多少？才2瓦。对一台要24小时开着的 NAS 来说，这简直就是完美啊！所以啦，我们的作战计划就很清楚了。我们要利用它可以用 micro SD 卡开机这个超方便的特性，完全不用去碰它原本的 Windows 系统，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把它变成一台可以带着走的个人云端硬碟。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动手准备，来看看需要哪些东西。首先，硬体部分，你当然需要一台 GPD Pocket 2，还有一张 micro SD 卡。我会建议至少 128G， 而且速度快一点比较好。那软体呢？我们需要2个东西，一个是 Mini OS， 这是我们要安装的轻量级作业系统；另一个是 Rufus， 这是一个小工具，专门帮我们把系统印象档写到记忆卡里面。这些软体官网上都有，都是免费的哦。对了，这边要特别讲一下 Casa OS， 你不要看到它名字里有个 OS 就以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作业系统，其实不是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已经帮你装潢好的智慧家庭控制中心。那 Docker 呢，就像是里面的各种智慧家电。Casa OS 的角色就是它已经帮你把所有复杂的电线、水管都接好了，你只要按一下遥控器上的按钮，就可以轻松安装管理各种超好用的服务，就这么简单。好，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就来把 Mini OS 刷到 Micro SD 卡里面吧。很简单的，跟着我做。首先打开 Rufus， 第一个装机的地方就选你的那张 Micro SD 卡。再来点选择，去找到你刚刚下载好的 Mini OS 的 ISO 档，然后档案系统这边记得要选 FAT32。都好了之后，就勇敢的按下执行，它会跳出一个视窗问你，就选用 ISO 模式写入，接下来就等它跑完，这样就搞定啦。好，写好之后就把卡插回 GPT Pocket 2， 然后重新开机。开机的时候，你可以按 F12， 这样就可以临时选用 Micro SD 卡来开机，很适合只是想试试水温的人。那如果你是玩真的，希望它以后都从这个新系统启动，那就进 BIOS 里面把 Micro SD 卡设定成第一开机顺序，一劳永逸。OK，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现在应该已经看到 Mini OS 的桌面啦，恭喜你已经成功一半咯。接下来呢，我们只要做几个很简单的设定，就可以来安装我们今天真正的主角 Casa OS 了。你可能会发现，怎么画面是直的，而且字超小？对，这是正常的，因为 GPD Pocket 2的萤幕预设是直向的，所以我们要手动调整一下。来，跟我一起做。打开 Settings Manager， 然后找到 Display， 这里有2个东西要改。
先把 Scale 调到2.00，这样所有的东西都会放大2倍，看起来比较舒服。然后呢，把 Rotation 改成 Right， 你看，萤幕是不是就转成我们习惯的横向了？好，画面搞定了，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连上网路。因为等一下安装 CasaOS 是全程需要网路的。这个很简单啦，就点一下右下角那个网路图示，选你家的 WiFi， 然后输入密码，按 Connect。看到它显示连线成功，我们就准备好进行下一步了。OK， 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成咯，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咯，我们要来安装 CasaOS。而且我要先跟你说，这一步真的简单到有点不可思议。首先呢，我们要打开一个叫终端机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可以让我们输入指令的视窗。很简单，你只要在键盘上同时按下 Ctrl、Alt 还有 T， 这个黑色的视窗就会跳出来了。好，视窗打开之后，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把画面上这一行我称之为魔法咒语的指令完整的输入到终端机里面，然后深呼吸，勇敢的按下 Enter。 没错，你真的没看错，就这么一行指令，它会全自动帮我们下载、安装、设定好所有 CasaOS 需要的东西。现在你可以去泡杯咖啡，休息一下，静静的等它跑完就好了。等它跑完之后啊，你就会在终端机的最后面看到它显示 CasaOS 正在运行的 IP 位置。看到这个画面，就代表你成功啦。把这个通常是 192.168 开头的网址记下来，然后你现在就可以拿起你的手机、平板，或是任何一台跟你家里同一个网路的电脑，打开浏览器，输入刚刚那串 IP。第一次进去，它会要你设定一个管理员的账号密码。设定完之后，恭喜你，你的个人云端正式上线啦！好，既然我们的个人云已经架设好了，接下来就带大家来看看可以怎么玩它，顺便再分享一个可以让你安装更多酷东西的进阶技巧。来，我们先看一个最基本的应用，就是档案分享。你看主画面上有个 Files 的 App， 点进去就对了，它就像是你电脑的档案总管。你可以随便找一个资料夹，把滑鼠移上去，点一下右上角那3个点点的选单，里面有个共用的选项，点下去，系统就会给你一串分享网址。这时候你只要用家里任何一台连到同一个 WiFi 的手机或电脑，在浏览器输入这串网址，你就可以直接存取这个资料夹里面的东西了，是不是超级方便？不过CasaOS 真正强大的地方，我必须说，绝对是它的应用商店。你点一下这个 App Store 的图示，真的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里面有各式各样超实用的应用程式，比方说可以把你的 NAS 变成私人 Netflix 的 Jellyfin， 或者是在你家整个网络上挡掉所有广告的 AdGuard Home， 超多好东西，而且最棒的是，通通都是一键安装，完全不用再打任何复杂的指令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官方商店里的东西还满足不了你求知若渴的心，那该怎么办呢？嘿嘿，这时候就要来分享一个 Pro Tip 了。回到 App Store 的主页，你注意看中间，在那个显示 App 数量的地方，它下面有个小小的选单可以点，点开它，选择新增应用商城来源，然后呢，把画面上这串网址直接贴进去，按下 Enter。这是一个由社群大神们维护的第三方应用库。等它安装好之后，你再回到 App Store 看一下，哇，你会发现可以安装的 App 数量瞬间暴增，有更多好玩的东西等着你慢慢去挖宝。好啦，到这里，你已经成功的把一台可能已经在抽屉里生灰尘的旧装置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它现在是一台超低功耗又可以随身带着走的个人伺服器了。那么接下来就换你了，你会想用它来打造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私人电影院，还是说架一个没有广告的亲近网络环境？发挥你的创意吧，让这台 GPT Pocket 2再次发光发热。